今天我带你们到什么地方来探险呢？我必须说，今天，真是痛苦的一天哦。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今天原本预计要去拍的是之前罗导去过的一个温泉旅馆，但现在那边没有办法拍摄了，所以我又找了几个新的地方，在3更半夜哦。然后呢，淘宝之前去了也没办法拍了。然后呢，我之前找了一个地方也没办法拍了，但那个地方是因为坍塌太厉害了，所以说没办法拍了。所以今天又重返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预计要拍摄的点基本上全部都不能用哈。好 ，OK， 那废话不多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来过一个地方。那我记得这里的故事好像是，买了一个被诅咒的人偶，然后最后全家都走光了嘛，对不对？好，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他自然而然也废弃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哈？没错，我今天只能重返这个地方，请大家多多见谅哦，因为那个点真的有些真的太久没去了，所以自然而然的有一些地方也就没办法进去了啦。对啊，好，那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个底了吧？假如你追我追很久的话，假如没有的话，你现在就当做再看一个新的地方哦。好，那接下来就废话不多说，赶快一边走一边告诉大家这里还有着什么样的传说跟故事吧。Let's go。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地方哈。那其实开头有跟大家讲，请多多见谅哈。这什么东西啊？不知道。然后这看起来像是佣人的房子间呢。对啊。我以为那是玩具，结果是那个刷子。然后这里是我放东西的地方，然后我今天没有加定点，因为这里实在不太好加定点哦。我以为这个是鱼诶，锅碗瓢盆都还在这里。哇，还有烟囱直接通外面啊！对，今天就真的很倒霉。很多点都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拍了，哎，算了，来，先可以多看一下。刚刚有到5颗哎，不知道这边讲日文会不会通哦。然后呢？我这次拍摄的角度啊，跟我之前不一样。我之前从外面拍起，但是因为现在货源版，所以呢，我从这边开始拍啊。哇，只有浴室，只有马桶，没有厕所。然后这里又有一间房间，都好小哦。这都给佣人住的吗？我以为这是米袋，结果不是。好久没有来了，几年了。但我必须说，佣人的房间，单人房其实还不错啦。然后呢，我记得这一间是进不去的。对，真的没有电了。以前还有这么破败吗？哇，这个是 whisky 吗？不知道哎。这些杯子哦，在这里的话哦，迟早有一天地震的时候全部掉下来。其实我这里呀，还蛮想带日本人来拍的，因为我之前来这里有拍的这么仔细吗？
好像没有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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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了。筷子什么的都在耶。OK， 来，稍微这样看过去，你们觉得这里是什么地方呢？自行车这个就塌下来，刚好被自行车卡住，不然它那边全部都坍塌了。有没有想起来这什么地方了吗？那还有围棋这样子，你们有想起来什么地方了吗？转不动了，有吗？没有的话，来吧，大家打亮一点。有没有一张床？想起来了吗？我之前是从那边开始拍的。但是这柜子以前好像没有倒下来啊，不知道。这里有拜神用的东西，但蜡烛、神桌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哈。来，这里大家有没有印象？我那个时候是从这边开始拍，然后那时候进来时就有一张床在这里。这样子，这个床这么久了，它能撑得住我的重量吗？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东西好像少比较有少吗？好像有少还是因为都坍塌了？麻将6饼这。我不会打麻将，所以我不知道叫什么。好 ，OK。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跟传闻，事后又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接下来就来告诉大家喽。好，那至于这个地方的什么故事呢？为什么我在没得选的时候又回来这个地方呢？因为事后有发生一些事情了。那之后我本来我想要再来拍，但是它实在是太难进来了，所以我放弃了很多回。但今天是没办法哈。好，那早期它这什么故事？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其实这里据说早期就是这个屋主他很喜欢收集一些，像说什么人偶啊，那这些人偶不是像我们那种什么小叮当啊、哆啦 A 梦啊，或者是什么那个很可爱的什么吉卡哇啊。那这个屋主据说是很喜欢收集那种和人偶，像什么四重人偶啊，或者是日本的一些人偶啊等等之类的。那据说他好像去跳蚤市场买了一个人偶之后回来家里好像就出了一些事情啊。那什么家里东西移动啊、乱飞啊，甚至出了怪声音，还有看不到人在走路啊，这个样子在他们家之前都有发生。然后最后身体也越来越差嘛，然后越来越差之后就慢慢的都走光了嘛，那这个屋子自然而然就废在这里了。好，那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为什么重返？那之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我必须说哈，我之前有带2组人，一组是日本的，那其实它里面有一个体质比较敏感的人哦，然后日本人会觉得很奇怪，他来这个地方，他就问他嘛，我就说你在这边有什么样的感觉？他就说他觉得这里有一个灵体还蛮亲切的，为什么？他说好像跟他是同一个国家来的，好像日文也可以通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这里其实有收集一些和人偶，然后听说一尊被诅咒了。然后他就开始，我就带他进来，虽然他也蛮瘦的，虽然蛮老进来的，就一进来之后呢，他就讲了一些日文，然后我听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屋子空的，为什么你跑进来这里呢？而且你
不应该属于这里的吧？你应该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日本嘛。然后讲完了之后，他就开始神情就有点恍惚，然后就开始头很晕之后他说他不行，他要出去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好像那个日本的灵体能量太强了，然后也不欢迎他来这个样子，所以说就好像快再不出去的话，就好像快要中邪被附身这个样子，所以赶快带他出去。那我说你这个点你们要不要拍？他说他觉得太小，所以他们也不想拍这样子，然后就走了。好，那第二组人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好朋友罗导。那个时候其实他来这边常看，他为什么没有来拍，也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小。然后呢，他不是旁边有个小姐姐，然后身体好像感觉得到。然后他说他一进来这个地方，他就觉得浑身怪怪的不对劲，然后他只要有一些感觉的话，他身体会出现一些反应嘛，就是像说头痛啊、头晕啊，甚至是一些就是有可能排气啊这样之类的打嗝。然后我现在一直想打嗝。然后呢，他就很不舒服，就说那算了，不要，赶快出去了。因为罗导也觉得这地方太小，而且他有带摄影师的小姐姐，那这地方不好进来，他觉得很麻烦，所以他就不拍了。好，那这两组人都碰到这样就是同一个怪事，对不对？我再来回去说那个日本的，他说他在台湾就是在住饭店的时候晚上他就好像有人压在他胸口。然后一直跟他讲日文，然后他说，这个人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来我家？你为什么来我家？我要弄死你！我要弄死你！在他梦中一直这样讲，他就很难过，然后就整个不能呼吸，然后差不多是我不知道他说几点了，大概是5点还是6点。他起来之后，他浑身大汗，然后呢，他感觉到那个身体上面呢，全部都是那个压痕啊什么的，就是有点乌青这样子，就感觉手腕那边都有，然后他就说要不然我带他去寺庙走走，就带他去庙里面走走。可是听说在台湾的时候还是这个样。然后呢，他回去日本的庙里面拜拜就好了。为什么？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个附身在这个人偶里面那个灵体，其实就真的是从日本来的。好 ，OK，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想找看那尊人偶还在不在，然后呢，再用器材来做个简单的问与答吧。好，介绍完。这个地方传说对，没错。之前带日本人来的时候啊，就是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前面是风的声音吗？不知道，一种哐哐哐的声音。神桌是之前放在这里的。是几年放的呢？90几年的。这里该不会是麻将室吧？可以打麻将的地方。那麻将为什么飘到外面去呢？这应该就是麻将桌啊。等一下，我记得啊，那尊日本人我之前好像在这里吧。所有东西清掉，就他好像清不掉的样子。对啊，人偶应该在这里吧？怎么不见了？被他拿走了吗？不对啊，这个地方应该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才对啊。这地方实在是很偏呢。一种奇怪的声音，应该是风吹的吧？What the hell？ 麻将的声音。等一下，刚刚有跳到5颗灯呢，怎么现在又没有了？来看一下。
3颗，这边呢4颗，我之前有弄乱，但我已经不记得它的排序方式了哈。吓我一跳！等一下，这个是有人在扔麻将还是在搓麻将？我不知道哎。我之前来好像没有看得这么仔细，因为我之前来啪一下拍就走了。好，不管怎么样了，等一下。这个浴室，我觉得应该是小偷来偷过，所以然后都被偷走了，之前都被偷走了。都带什么东西？好，那在这边，我必须很遗憾的跟我们的非会员朋友们说。你们今天能看的就差不多到这个地方为止了哈，接下来是会员才能收看的部分咯，所以先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声拜拜。咿呀嚓嚓。